营收暴涨 198%， 利润却只涨了 97%。 Yati Tingi 手里拿着 7.7 亿的订单，差不多是他市值的4倍，但市场的反应如果说是克制，是冷静，那就是不对了。股价已经从去年年尾开始一跌再跌，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说没关系，营收翻了3倍，利润迟早会跟上。真的吗？这支视频我们就来拆一件事，为什么在马股订单越大的公司有时候反而越危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 subscribe 和点赞。好，我们先来分析财报。表面上这一季的 Yati Tingi 营收同比暴涨 198%， 利润翻倍，看起来很猛。但财报里有3个结构变化，决定了这组数字的真实含金量。第一， Gross Profit Margin 被腰斩接近一半。去年同期 Yati Tingi 每做100块钱的工程，能留下 13.6 块的 Gross Profit， 来到了这一季只剩下 7.4 块。而这件事是发生在营收暴涨 198% 的背景下，规模是做大了，但赚钱效率几乎砍半。这还没完，刚才说的是 Gross Profit Margin， 那 PAT Margin 呢？从 3.28% 降到 2.17%， 跌幅温和得多，说明固定费用这一块还在控制范围内，没有失控。但 Gross Profit Margin 先倒下这件事，不能被利润翻倍的数字盖过去。Gross Profit 是业务本身的赚钱能力， Net Profit 是最终结果。第二个结构变化是利润里有多少是施工真正赚来的。这一季的 Profit Before Tax 里面有2笔非经营性收入340千的融资收入和600千的金融资产减值拨回，合计约940千，占 Profit Before Tax 接近一半。你必须知道这2笔钱的性质，减值拨回不可持续性强，融资收入也不稳定，这2个在下一季不一定还在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季的利润来自金融和资产项目的占比偏高，不是施工主业赚出来的。然后第3个结构变化是这一季的财报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好看，但是跟上一季相比就是惨不忍睹了。如果跟去年相比，营收涨了 198%， 利润涨了 97%， 谁睡剥肉找罪。但跟上一个季度比就够力了，营收跌了 12%， PBT 更是重挫 62.8%。 项目型公司本来就有结算起伏，上一季见顶，这一季回落，这本身不是问题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个事实跟去年比较的好业绩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低基期撑出来的。当我们把以上3个变化拼在一起，画出的是同一张图，业务规模已经上了台阶，但盈利结构正在承压。下一季 Gross Profit Margin 的走向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成绩单。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公司的表现之后，现在来讲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。上一季度Yati Tingi 有一个275千伏数据中心项目处于结算高峰，集中确认了大量收入，把那一季营收推上了峰值。这一季该项目结算节奏回归正常，收入跟着回落。项目型公司的收入从来都不是直线向上的，它是跟着工程进度和合同结算节奏走，高峰之后有回落是正常的业务起伏，不是业务在变差。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背景，你就会用错误的框架来解读这份财报。现在 Yati Tingi 手里有 7.7 亿的在手订单，管理这个体量需要人，需要系统，需要融资。这一季行政费用是 3.5900万，融资成本是770千，2项加起来接近 4.400万。这不是凭空冒出来的，是业务体量扩大之后必须付出的成本。这些成本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成本先来，回报迟点才到。工程还在执行，回款还没进账，但管理费用和利息每个月都在走。这就是为什么营收翻了3倍，利润没有同幅跟上，不是赚少了，是成本在追着规模跑。但有一个问题现在还没办法回答，行政费用上升背后可以有2种解读。一种是为了让 7.7 亿的订单顺利落地，你必须把人员和管理架构搭起来。如果未来订单持续转化，这些费用会产生规模效应，单位成本会下降。另一种是钱花出去了，效率没跟上，那才是真正的成本侵蚀。目前的财报数据还看不出来是哪一种，这是未来几个季度要持续观察的核心变量。融资成本也一样，770千现在看起来不大，但如果债务规模继续随订单扩张或利率环境出现变化，这个数字会往上走，对利润的压力会更直接。可以看到营收是已经往上走了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但走上去之后，成本有没有被管住，利润能不能跟着一起上来，这才是接下来要看的事。前面说完了数字和背后的原因，现在来看更深一层的问题。Yati Tingi 的业务质量
到底处于什么状态。Gross profit margin 从 13.6% 跌到 7.4%， 这个事实摆在这里。但比这个数字更重要的问题是，这个压缩是暂时的，还是会一直持续？先看这家公司的业务结构， 98% 的收入来自地下公用事业工程，核心是高压电缆的铺设和安装，专注度极强，而且技术门槛不算低，能做275千伏超高压工程的公司，在马来西亚也不算很多。这是 Yati Tinggi 真实的护城河。但高度集中也有代价，整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几乎全部压注在同一条赛道上，这条赛道的逻辑如果出问题，没有其他业务可以对冲。现在它的 gross profit margin 下滑，背后可能是3种不同的故事。第一种是项目组合变了，不同电压等级的工程 margin 天生就不同，275千伏的超高压项目，技术门槛高，定价权高，毛利通常也高，取决于项目执行难度。普通配电工程竞争会更激烈，利润相对就更薄。如果这一季 Yati Tinggi 界的项目组合恰好偏向利润率较低的类型， gross profit margin 下滑就只是项目组合的结构波动，不是赚钱能力变差。第二种是规模扩张带来的效率落差，业务量短时间翻倍，人员和管理成本会先跑在收益前面。如果内部执行跟不上体量增长，就会出现做得越多，单位成本反而越高的情况。成长型公司里这很常见，本身不一定是长期问题，但如果一直跟不上，就会变成结构性的拖累。第三种是竞争压价，公司为了拿下高知名度的大合同，比如数据中心项目，那公司可能在报价阶段主动让利，用 margin 换市场份额和客户关系。如果这是一次性的战略选择，后续 margin 有机会修复，但如果整个高压电缆工程市场的竞争格局在系统性恶化， 7.4% 就不是阶段性低点，而是新起点。目前财报没有办法告诉你是哪一种，一份季报给不了你项目组合的详细 margin 分布，也没有办法量化竞争压价的程度。这3种力量可以同时存在，也可以只有其中一种在主导。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3个变量记住，然后用未来几个季度的 gross profit margin 走向来验证答案。但有一件事现在就能说清楚， Yati Tinggi 在高压地下电缆这个赛道里的位置是真实的。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不会消失，高压输配电工程的需求也不会消失，赛道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只有一个，在这个赛道里 Yati Tinggi 能以什么样的 margin 来持续接单？这个答案要靠接下来的数据来告诉我们。说完业务，现在来看财务的质量。很多人看到 Yati Tinggi 的资产负债表，第一反应是应收账款这么高，会不会变坏账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但答案不在应收账款那一行，在现金流这一行。先把数字摆出来，应收账款是 1.25 亿，而借贷总额是4400多万。光看这2个数字，很多人会开始不安。但同一份财报里还有2个数字，经营现金流是650多万，现金储备是7600多万，钱还在流入，不是流出，账上现金足以覆盖短期需求。看短期流动性的话，目前还算稳定。然后就是它的应收账款高，是项目型公司的正常形态。工程做完不是马上收钱的，客户要做验收，要审计，要等结算，整个流程走完，钱才进账。这段时间里，钱压在应收账款里，不在银行账户里。Yati Tinggi 的主要客户是政府相关机构和大型基建项目发展商，这一类客户回款周期长，但违约风险相对可控。1.25 亿的应收账款不是坏账的信号，是项目型公司正常的营运资金状态。但这个模式有一条线不能破，回款速度必须跑赢利息支出。Yati Tinggi 借了4400多万，这笔钱每个月都有利息成本在走，只要应收账款持续转化为实际回款，利息就只是扩张的代价，不是威胁。但如果回款周期拉长，或者某个大客户的付款出现延迟，现金流压力会上来，而且会上得很快。他们整个业务模型对现金周转的依赖极高，缓冲空间不多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就是质押现金。承接政府或大型基建合同的公司，通常需要把一部分现金作为履约保证金，质押给客户或银行。这部分钱账面上还是现金，但实际上是动不了的。如果 Yati Tinggi 的质押现金比例不低，这个7600多万的 cash， 实际可动用的部分可能比表面数字要小。小总结给各位观众就是，现金流为正，现金储备充足，短期没有流动性危机。应收账款高是这类公司的正常状态，但4400多万的借贷是真实的杠杆。杠杆是双刃剑，如果从应收账款顺利收到钱，它是扩账的工具；如果钱收到不顺利或者延迟，
同样的杠杆会把压力放大，数字和逻辑都理清了，现在只剩一个问题，这个价格到底是便宜还是陷阱？市场现在压住的是两个变量，一个是 gross profit margin 能不能修复，一个是 7.7 亿的订单能不能稳定兑现。这两个变量的答案决定了 Yati Tingi 现在的定价是合理折扣，还是一个还没被识破的坑。第一个变量是收购 Rolflex 能做什么？就在今年4月 Yati Tingi 完成了对 Rolflex 的收购。Rolflex 做的是管材生产，就是那些高压电缆工程里会用到的保护管和套管，这些原本需要从外部采购，现在收购了这个 supplier 之后， Yati Tingi 可以自己生产，理论上压低材料成本。如果整合顺利，理论上 gross profit margin 从 7.4% 往上拉。但有一个现实，收购刚完成，整合需要时间，新生产线要跑顺，采购流程要重组，内部供应链要对接，这不是下一季就能看到效果的事。把 Rolflex 当成短期催化剂来定价，大概率会失望。Rolflex 是一个中期变量，不是立竿见影的解药。第二个变量是 7.7 亿的订单，能不能真的变成钱？这个订单的额度是 Yati Tingi 当前市值的大约4倍，覆盖未来2到3年的营收。纸面上能见度很高，而且就在最近 Yati Tingi 又拿下了一份新的数据中心合同，金额接近8000万，说明公司在这个赛道里的客户关系是真实的，执行能力是被认可的。但订单变成利润要过这2道关口，执行顺利和回款到账。数据中心项目工程复杂，工期长，协调方多，设计变更，进场延误，客户验收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拖慢结算节奏，压住现金流。7.7 亿的订单总额是真实的，但它是一个需要2到3年才能兑现的承诺，不是今天可以直接换算成股价的数字。现在来给观众一个适用在 Yati Tingi 的框架，这里没有买卖建议。Yati Tingi 现在是一张带杠杆的电力基建期权， 7.7 亿的订单池是这张期权的潜在价值。数据中心赛道里的位置是底层资产，但 gross profit margin 被压在 7.4%， 核心施工利润厚度不够，触发条件还没完全到位。它的杠杆让这张期权的赔率变大，4400多万的借贷和 1.25 亿的应收账款和重营运资金的业务模式，这些都是真实的杠杆。业务顺，杠杆放大回报；业务不顺，同样的杠杆放大压力。这类项目股核心是看 gross profit margin 能不能修复，订单能不能稳定转化，这才是定价真正的变量。接下来只需要盯一件事，那就是gross profit margin。 如果 gross profit margin 从 7.4% 爬回 10% 以上，这张期权可能就划算。现在的价格只是入场成本，如果毛利率维持在 7% 附近，甚至继续下滑，订单再大也是纸面数字，估值会被迫下修，这就是陷阱。这2种结果都是可能的。现在的任务是持续观察，而不是提前压住。最后有一件事情必须跟你说清楚，很多人以为高压电缆工程是个简单的生意，就只是挖挖沟，埋一下管，然后接电线，不是这样的。175千伏虽然不是最高的，但是也是超高压工程，涉及电网安全、施工精度和验收标准。马来西亚能独立承接这类项目的公司本来就不多。Yati Tingi 在数据中心这个用电需求最密集的赛道里拿到了真实合同，留下了真实的执行记录，这个位置不是随便能复制的。Yati Tingi 是一家成长期、高杠杆、待观察的公司，对这种公司来说，营收增长不是利好， gross profit margin 下滑才是真正的估值杀手。这个月会很多公司出财报，我会尽量分析更多财报给大家，记得订阅，我们再见。